所以吃得好非常的重要啊，能够给身体补充营养啊，有了这些营养之后，身体才能够及时的去抵抗疾病啊。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房子的第3根支柱。那第3根支柱呢，就是环境的优化与感染的预防。打造一个友好的一个环境。刚才提到了这个戴口罩，或者是避免那个空气污染，找一个空气清新的地方，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第3支柱的一个内容。其实这个环境来说啊，它就不仅仅是对于我们的患者有效啦，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健康的朋友也是非常有用的。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对于肺部来说啊，我们良好的一个环境，它有没有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们可以操作的清单？好的，有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空气净化。如果说长期在家里边待着这个老年人呢，他家里边配一个空气净化器，带这种空气滤网的一个净化器呢，它可以把这些粉尘或者是这个污染物或者是这个 PM2.5 这些东西都可以净化掉。那第二个就是温度湿度要适宜，就是冬季的干燥可以使用加湿器，然后呢有助于气道的湿润。第3呢就是彻底的戒烟，远离2手烟。第4呢就是厨房的抽油烟机。第5呢就是预防感染。刚刚提到就是这些呢，就是给大家举例子，就是可能我之前有一个老患者，他呢就是在家里边呢，就是他在北方，然后家里边还点这个煤炉，就是生这个蜂窝煤去取火。他在农村嘛，然后呢就是他就是往年就是总是咳嗽，但是后来呢换了一个地方居住以后呢，在一个也不是说就是特别大的城市，也是一个乡镇，但是呢周围呢是一个靠近山，环境就很好。然后呢也是南方，然后冬天也没有那么冷，也不需要生火。那这个时候他就远离了那些粉尘还有空气污染以后，他的每年的加重次数就是极少了，就是可能5年可能也就1次2次，之前那个是每年都要来医院去住1回院。所以环境对于整个的这个人的身体的状态，尤其是肺部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啊。那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环境，还有我们的饮食习惯等等。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近些年的这个医疗的观念里面还经常提到一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情上那我们的第4根支柱，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个关键词，会不会和情绪有关？有关，就是在第4根支柱就是一个情绪和睡眠的一个管理。就是其实这第4根支柱它不光是针对一个慢阻肺，它针对于所有的一个慢性疾病，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这个问题呢，可能会导致一个所有的一个慢性疾病的一个加重。但其实您提到这儿我觉得它也很难去打破它。比如说这个身体不舒服，我们难免心情就不好，那心情不好又会反过来促使这个病情可能会更加进一步的去恶化，那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我们怎么样能够打破它呢？这个呢，就是需要一些主动的寻求的一些方法，或者是疏解，培养一些爱好，或者是身体允许情况下参加一些社交锻炼正常的一个冥想，或者是一个放松训练。如果家属理解的话呢，可以这个进行一个倾听的陪伴的，这些都很重要。尤其对一些老年人，就是有些的老年人在家里边可能待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有一些心理的问题。尤其焦虑，就是在临床上可以看到，就是焦虑的患者，他的一个喘憋的一个状态就会非常的严重。对于抑郁的患者，他是另外一个，就是胸闷。对抑郁患者，他胸闷了以后呢，他可能会影响到睡眠，然后就一直说自己喘不上气，那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肺功能也没有那么差，但是呢，就是因为情绪的问题，就会影响到这个他的一个生活质量。所以这个在临床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是吗？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刚刚提到了4大支柱包括了锻炼、营养、环境和情绪睡眠。那这些呢，可以说是从身体到心理，从室内到室外，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健康防御体系。它也在告诉我们，稳定期的管理不是一个被动的养病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的健康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还发现有一个角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也经常被我们忽略掉，或者说不知道如何去正确的参与，那就是我们患者的家属。其实我们也刚刚注意到了，这所有4大支柱的落实，其实很多的地方都需要我们家人的支持和帮助。那我们的家属具体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成为我们患者得力的一个健康合伙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监督者，或者甚至仅仅是一个旁观者？
是的，就是我们在临床的时候给老年人看病的时候，往往就是把这些治疗方案再跟家属去说一遍。所以说家属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慢阻肺啊，或者是哮喘等等这些慢性病，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在这个过程呢，需要家属的一个关心，然后心理辅导或者是病情观察，才能让这个患者的一个健康就是达到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的家属具体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照料上，还有您刚刚提到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家属，如果能够支持的话，可以倾听，可以去帮他疏解。还有什么我们具体可以操作的？家属在这个过程中就跟上面那个四个那个支柱一样，它也要4个角色来完成这个任务。第一个就是一个支持的支持者，就是和患者一起共同的学习，来打破一些误区。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就是我们的家属本身其实对于这个专业的知识要明白他要理解这个病情，他要理解相应的一些症状，才能够形成和患者站在一起的这种感受。是的。就是刚才我提到，就是临床上我们会跟家属也讲一遍这件事情，就是家属要在家里边长期的要对老年人进行一个这个症状或者是护理上的一个支持，然后所以说久病成医，不光是患者，也有这个家属，他需要了解这个病，他需要刚才我了解我刚才说这些病的一个机制，所以才不会出现那些观念上的错误，比如说之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症状好了就停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家属如果说能跟医生一起能劝解老人，能把这个治疗能持续走下去，规律的走下去，那就是一个非常一个好的一个优势了。那就是我们先要了解它，先要懂它，先要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